俄罗斯呢准备进行第2次的大规模征兵，看样子是要准备打大仗、打硬仗了，这要狠狠地教训北约和乌克兰。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俄罗斯这边正式宣布了，从4月1号开始呢，要大规模的征兵40万，而且这次征兵和第一次不同的是呢，这里边的都是合同兵。从他这个征兵来看啊，一下子就要从现在的110万人增长到150万人，这个扩军的力度非常的大。当然，这也是俄罗斯说了挺长的时间了。你像他国防部长绍伊古早就提出来说，我们在未来要进行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扩充。那么我们看俄罗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大规模的去征兵呢？我们来看几点啊。这第一，首先来说，并不是俄罗斯的兵力不足啊，而是它现有这110万军队的结构不太合理。这110万里边呀，它这个合同兵只占了55%，合同兵是可以到境外去作战的。俄乌冲突现在派出去的都是合同兵，而他这个义务兵呢，他是不能出到境外作战的。所以你别看俄罗斯的军队总人数比较多，但是由于这么一个比例不合理，导致他兵员还真的就出现了欠缺，因为他国内法律这一块他绕不过去嘛。另外一个从客观上来说，俄乌冲突至今，俄罗斯也有不少的损失，俄罗斯也确实缺乏足够的兵力，他要做一个结构上的一个调整。第二一点呢，我们通过俄罗斯现在大规模的扩军可以看出，俄罗斯对未来的判断，就是未来形势是比较严峻的，也能看出俄罗斯现在这种决策和他的决心也是比较大的。北约这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而且北约这边绝不会放弃军事上的压力和实质性的威慑。你看瑞典、芬兰瑞典呢，像他们国会已经通过了要加入北约。那这么一来之后呢，俄罗斯面临的环境会更加的严峻，所以他必须要扩充自己的军力。这次的征兵主要来说呢，还是要应对来自于北约的这种压力，而且北约的压力呢，绝不是说一个简单的威慑，它是实实在在的一种军事上的调整和部署。当然，针对俄乌战场，俄罗斯也是有这方面准备，但是一下子增加40万的合同兵主要还是要应对西方和北约的。第三一点，我们看出俄罗斯和乌克兰俄乌冲突1年多了，到现在我们来看，并没有像西方预测的俄罗斯顶不住了，经济也不行了，国内政治也完了，马上要崩盘了，也没有。他现在能够这样大规模的扩充他的部队同时呢，他这个征兵都征成合同兵，这就说明俄罗斯在经济上他还是有这个能力，经济上有这个底气，他社会相对来说呢也是比较稳定。当然，俄罗斯内部政治也是比较复杂的，反对派也一直都在那边，但是他总体来看，他的政治环境是比较稳定的，他的战争潜能还是很大的。所以从这几个角度上来看呢，俄罗斯现在要征兵要大规模的征兵，而且呢要调整他军队的这个兵员结构他应对的是未来他认为可能会更加恶化、更加严峻的局面。